阿红啊，欢迎学给阿红机械啊！等一下我们准时开始，OK。先看一下广告，是不是？广告要看一下。今天连线速度特别慢，所以说我们要准时开始，好吗？现在看不到线上有多少人，奇怪哈。哦，开始，先关掉。嘿，大家好，我是陈老师，欢迎大家今天参与我们的直播啊。两件事说明一下哈。那第一件事啊，就是说我们这次有做这个问卷啊，那老师发现了，大家想看的东西好像不大一样啊，跟我之前所预期的，大家给老师的建议啊，我以为大家会另外一种想法啊，结果大家给老师的一些建议，老师非常的受用啊。老师会做这2天没有做短视频，不是我懒哈，那是因为我依据各位的需求啊，我要做一些很大的改变啊，所以下一周开始就会变成比较多元化的啊，给各位的一些新的一些材料。当然也有一些朋友跟老师指教说，老师最近讲的直播有点划水。当然，我觉得是说每个人看法，这都可以接受了。当然这个给各位给老师的建议，老师都要听进去了。所以老师也深刻去反省啊，这有点划水呢。因为其实老师自己在想，就是说呢，我希望能够让大家口语化的、生活化的去了解这些事情，不然呢太教条化或太数据化了，或太一些深刻了，那有些人听进去可能听就睡着，那这个帮助就不大了，对不对？那听老师的直播啊，其实几年下来啊，应该都觉得头痒痒的，怎么样？会长脑子的。但是脑子可以长啊，那人品了我就没办法去帮你了，好不好？人品是自己的，那脑子老师帮你长了，好吧？那第二件事情啊，就是比较重要的，就是说，我们现在在举办我们的一个端午重阳五路财神补财库大法会。那这个东西还是我们常常举办的了，每一年都会举办一次。那这一次啊比较不一样啊，因为今年嘛赤马年啊，后明年还有红羊年，所以说啊跟我们的这个补运法会是一样的，老师就很提早开始做一些准备。那老师本来是想是说呢，反正我们只是6月23号举办嘛，那中途老师可能要去上海或去那个成都啊或哪里去出个差，结果就发现一件事呢，因为我在做准备的时候，我们要持咒嘛，做科仪啊观想，我就发现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因为过去啊，我们做补财库法会的时候，我们做念财神经啊或什么东西的，就祈求跟帮各位祈求财气。这一次啊，因为老师觉得是说给各位做好一点的，我们做一些完善的准备，说从今年所有的法会都是这样啊，老师做比较长期的一些科仪，然后去做观想，来去做，我就发现一个很莫名其妙，不是说莫名其妙，是我意想不到的事情。什么事情呢？有些人的财库啊，我不知道是谁哈，我不能说是看到是谁哈，因为我们在做科仪的时候要观想，那是一整片的，不是只看个人的。我发现有些人的那个财库啊，那屋顶破了，或者是你只剩下一个门框，然后那个墙倒了，哇操，太可怕了，你知道吗？可怕到什么地方，我就不敢出门了，对不对？不是说啊，要发愿帮各位做好，我怕倒的那个就是我的，我也会怕，好吗？因为我们自己啊是发现这件事情的时候啊，我们要有自己的操守，我不能去看我自己的，好吗？一下给了看过元成功的也知道，你们的财库我是进不去的，会把它封存起来啊，因为这个东西是只能去帮你加强，但是我们不能进去那个财库里面。那因为这一次是五路财神的补财库法会，我们跟上天去请旨的，所以说呢，每个人的财库啊，都会让我们在我们面前去显现出来。所以有些人的财库呢，就是墙倒了。然后屋顶没了，没有屋顶，你说我怎么办呢？我也不知道，那谁的我也不知道，上面不会写名牌，对不对？我就怕是我的。所以说啊，我的整个6月到法会出去之前啊，结束之前啊，老师就所有的行程啊，所有外出行程全部延后了，那我们就全部延后了。办完法会我再出去，好不好？这个能报就报嘛，反正我也没涨价，也没有多收你钱，反正我就多做一点啊。那希望给各位多一点帮忙啊，就是财库吧。你财进去，你要守得住，你守不住的话，那就很糟糕，对不对？我们把财气求来了，结果呢冒烟冒走了，那也不行啊。所以说，那个有报名的记得一下哈。那我们在6月23号举办，我们20号我们就截止了，好吗？这次真的是让我的印象深刻了，印象深刻。好，那我们话不多说，我们直接开始哈。那这个礼拜啊，其实发生的事情是非常多的，尤其是什么？尤其是我们的中东战火又开始了。怎么说呢？因为我们看到现在在2025年啊，美国已经退出伊核协议之后啊，那伊朗就觉得你既然退出来了，我就不需要去在乎你，所以伊朗就开始加速的做一些铀浓缩的一个活动。所以到了今年5月啊，白宫的战情室他有说过，伊朗绝对不能拥有核武，这是他的底线。但伊朗也说，我没有说我不发展核武啊，对不对？所以到了这个礼拜啊，我们5月28日的时候啊，美军宣布啊，再去攻击了伊朗的军事设施。在5月28号的时候，然后隔天呢，川普又驳斥那个
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传闻啊，就变成是说啊，之前说讲好了，又没有啊，奇怪，那我反正川普就这样，我想变什么就变什么。所以说啊，这个美国跟伊朗又开始了互相的殴打啊，互相的轰炸了。说表面上啊，到底是不是核浓缩的问题啊？其实是说两边他们各自的一些主义。哦，其实核那浓缩铀到底是不是个威胁？其实那是其次啊，我们要看到的事情啊，不是只有浓缩铀的问题，因为浓缩这个事情，说金小胖也有啊，他为什么不打金小胖呢？对不对？你的那什么巴基斯坦也有啊，他只有核弹，你为什么不打巴基斯坦呢？对不对？那很奇怪，那你有浓缩铀有没有核弹，真的是有这么大的影响吗？所以在互相炸的状况之下，川普又否认状况之下，伊朗的最高顾问啊，在5月30号的时候啊，他就说，川普你这老先生3度背叛外交，他就指责美方在海上封锁是很过分的，对不对？我封锁就算了，你他妈一个远道而来，你封锁我干什么？是不是我在我家门前设一个收费站，结果你他妈在隔壁村的，你现在来我家收费站，对还是不对啊？那不对嘛，是不是？所以他就觉得说你这个东西是过分的，那对还是不对呢？这个国际之间自有公断啊，强权为上，我们不用说拿个人来去想。所以说呢，美国还去轰炸了伊朗，伊朗呢，他也去用导弹袭击了美军基地，现在也不藏着掖着了，他直接就打美军基地了。所以说啊，就有传闻它是击落 F-15的传闻，这是传闻呐啊，这个实在是很难去理解。但是有人是说啊，这个打下来的是用中国制的这个监测飞弹，然后去把那个 F-15打下来的。说这个不知道啊，这个很难明白。但是美国受到攻击，那也是确确实实的一个事情。但是第二层我们要去看的是什么呢？你既然是伊朗战争的话，那后面跟以色列一定有关系的。所以说啊，在5月29日的时候啊，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啊，他就下令是什么呢？下令说加萨控制区要扩大到70%。各位，这就变成什么呢？你美国在打的时候，你以色列你就会继续的去动，说他们两个之间你是不是达成了某种协议？比如说纳坦雅胡说我要去继续往前走，因为你美国动手，那我们就一起往前走，去把这个战线去扩大。所以他就违反了去年2025年的10月啊，他就跟哈马斯做出来一个停火协议，说这个东西就是很有意思。美国开打了，那么那个纳坦雅胡就确定你要把加沙占领到70%，所以说他意思就是什么？我要把加沙走廊整个都把它吃进去，变成我自己的地方。所以说啊，在这个二战之后的现在啊，你这么明目张胆的去扩展领土啊，我觉得这未来的至少30年的时间呐、这个世界啊，基本上你很难去迎来我们过去30年所享受过的一些比较普遍认知的和平啊。比如说过去比较不和平的地方啊，可能就是少数，比如说非洲地区啊，一些小国家的互殴互打啊，或者是一些你可能在一些中东地区的一些地方有一些地方性的战争。但是啊，你如果是现在以色列这种做法跟俄罗斯这样的做法，那基本上未来的30年呢、大家都可以去怎么样？我都可以去做领土扩张的打算，因为你都扩张了，你扩张到加沙走廊了，那凭什么我不能扩张呢？所以对我们像我们中华民国这样的一个比较弱势的国家来看啊，那基本上都是蛮吃亏的，因为别人想干什么他就干什么了，因为以色列可以干，俄罗斯可以干，那其他人为什么不能干呢？对不对？又包含的是我们海峡两岸属于内战状态啊、这个是有意思的。所以说啊，这个加沙战争啊，过去停火之后，它推进不如预期，它现在就要把它打破这个状况。而伊朗去年的猛烈反击啊，就是说在他们的那个十几日战争里面啊，去打破了铁穹，所以说呢，他很需要美国继续淌这个浑水。如果不淌这个浑水，那事情就很难办。所以美国现在有淌了这个浑水之后啊，5月30日的时候，以色列军方就对黎巴嫩南部的7个村庄下达了撤离令，意思就是说我宣告我他妈要揍你了，所以说你赶快走。你不走我就揍你，对不对？你走了我还是揍你，是这么简单的事情，我就是要打就对了。所以这就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问题。而这个问题里面，其实牵扯到比较多的一些思维空间是什么呢？因为它其实这个战争它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因为这里面呢，我们之前有讲过，美国是一个目前产石油最大的一个国家，它产这么多石油，它为什么还要去委内瑞拉？为什么还要去搞伊朗呢？我们之前有讲过，跟各位去回顾跟提醒一下的是什么呢？提醒一下，就是说，美国的页岩油它本身是属于轻质石油，它是没有办法去产出来足够的一些重油、一些附加物，比如就是说你石脑油等等之类的东西哦，它是没有办法，因为它是用水裂解出来的东西，所以它整个成分啊是跟一般的重油是比较不一样的，所以它必须要去得到是说我要控制所有的石油，是大产油国，那么伊朗。还有 OPEC 它现在阿联酋退出来的嘛，那还有委内瑞拉，这样美国才能继续掌握石油，它掌握石油，它才能够去号称我有美国石油美元的一个权利。如果我不掌握石油，那么我是不是就没有石油美元的话事权呢？委内瑞拉你卖东西，你跟中国去卖，你用人民币
开什么玩笑？阿联酋也跟美国跟中国去卖人民币，开什么玩笑？那伊朗也去卖石油给中国，也是卖人民币，开什么玩笑？你们玩笑开大了，对不对？所以我就一个一个把你抽出来。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他就需要就让伊朗打得站不起来，甚至是把中东的石油的，然后呢把它把握住，然后再把握住那个所谓的这个委内瑞拉。那对美国来讲当然是一个好事。那把握到这个状况之下，我们要去知道，即使他把握了，即使赫尔墨兹海峡它已经被封锁了，但是我们这几天也很明白，这一周的石油到暴跌了18%。暴跌18%，所以基本上你奇怪了，你明明是封锁的，那你为什么你还会跌价？这跟我们上个礼拜所谈到的事情是一样的。当一个风险这是可以被量化了，这个风险可以被量化了，它就可以去理解了。你最差就是这样了，因为你不会更差了，封那么久已经不会更差了，封久我就习惯了，对不对？就像人穷久你就习惯了，是不是？所以说啊，那个额外讲一个，如果你现在失业啊，你千万不要在家里慢慢找工作。你失业啊，你要不但找工作之外，你要找一些兼职，然后跑一个网约车，跑一个外卖，或做一些兼差都好。不要让自己闲的去找工作，等很久。要说休息3个月，我告诉你就变成休息3年，你知道吗？不要那个刚离职的时候，你要赶快找下一家，你的那个工作的那个气氛才会在。现在很多人都失业了，那所以说，如果你失业了，尽快找工作，不要说我休息几个月，休息几个月你就变成休息几年，因为你去面试的时候，你给别人的感觉就是你是一个赋闲在家的人，你就没有那种班味，你知道吗？班味都散了，那还得了，是不是？所以说我们现在看到就是说，你石油暴跌的是因为你整个环境都已经确定到了啊，我就这样了，所以它跌下来代表说它风险变可控，风险可控不代表是说它会怎么样，它要准备是说它要和谈，而是说这个事情坏就是坏在一个地方，已经知道它的业力在这个地方了。说让这个状况来看呢，让美国可以掌握更多的重油状况之下，还有就是说美国的本土石油公司啊，有机会去补足的一些原来从霍尔木兹海峡不能出来这些油轮，由美国去卖你们这些原油。但是呢，重油还有物质啊，美国是没办法全部给出来啊，这个各位要去理解这个意思，好吗？所以在整个我们看到整个以色列跟那个伊朗之间的战争啊，最大受益者当然就是以色列了。所以以色列它是现在由美国去撤的状况之下，它可以慢慢去收拾所谓的真主党，收拾所谓的胡塞组织，甚至是可以把加沙走廊往它的理念上面更去迈进一步。你说它70%，我觉得这个事情是比较难达到的，因为以色列现在这几个月停火之后啊，它的确获得了军火跟它修身养息的机会，而且它还是继续的往前去推进。那我们也看到这个礼拜啊，对纳坦雅胡的一个弹劾或是叫他下台的声音也渐弱了。这个都知道说政治力量在里面去做运行，而在这个状况之下以色列能够腾出手来，赶快去把它该占领的占领到最后，我认为啊，你在中东的战场跟乌俄之战之间呢，他们的同步效率一定是很高的。当乌俄之战结束之后，那以色列这边大概跟伊朗也大概打得差不多了，这两个地方应该会产生同步的一个状态。为什么？因为其中有一个地方不打了，那么你整个人另外一个势力就会反扑过来，对你来说根本就不是好事。比如说你伊朗战争结束了，美军就可以好整以暇，我回到那个俄罗斯那个地方去对付他。欧洲也有办法说啊，我得到修身养生机会了，我继续对付俄罗斯。说这个东西它应该是两边会同步的解决。而另外一方面来讲，当然就是你战争一定会发生那个战争财军火财，所以说美国的智库啊，在5月28日的时候啊，有去警告3种武器的库存啊，还需要3年去补足。这3年需要去补足，代表是说这个订单会源源不绝的给这些军火商比如说呢，这是 SpaceX，就是我们的马斯克他做的这个 SpaceX，他就获得太空军里面给他的41.6亿美元的大订单。41.6亿美元大订单你看他做的 AI 做那么辛苦还不成功，对不对？马斯克的 AI 做败了，做垮了，但是他 SpaceX 他直接拿到41.6亿美元的订单，算是很大的一个状况。所以说，对于军火商或是相关的一些 AI 的或是一些智能的设备来讲这个其实是一个好机会。而川普他让这个战争继续延迟，会不会对他的其中选举会有影响？其实我们要看另外一件事情如果你战争现在停了，或是即将停了，那么以后就别人拿出来说嘴，就是说，因为你真的要去选举是在11月嘛，那可能觉得8、9就是说，你之前打仗打的就是一个胡说八道的，那一些打仗的将士也回家了，开始散布对川普不利的一些说法，那个时候对他来讲就是一个比较不好的时候。所以说，你现在川普能够做的事情是把这个战场去延后，延后的话，那你这些部队延后回去，那么你对整个你其中选举的影响
的一些黑料就会比较少一点，因为现在出征的美军啊，你是不容易跟家里去联系的啊，所以这个状况也是会有的。而除了美国跟以色列会有受益之外，当然还有中国跟俄罗斯也是会受益的。当然，我们就知道中国就比较轻松，因为我所有的一切基本上就不会有人太针对我，因为现在美国需要我，每个人都需要我，那么我现在只要什么都不做，比做什么来得强。俄罗斯也累得轻松，因为现在给他的反击力量不够大。当然，我们等下会谈到了乌克兰他自己有所谓的 AI 无人机，那是不是能够打到俄罗斯的本土上，造成俄罗斯的一个压力？这个再说哈，这个有没有人的无人机，或是有没有 AI 的无人机哦，对于俄罗斯到底是不是有真枪实弹的伤害啊？这个是抱持的一个问号的啊，这个我们要去理解。所以说，在这个状况之下，除了亚洲之外，还有欧洲。欧洲现在来看，现在欧洲他认为是说，你现在能源价格已经提升了，所以说欧盟在5月29日承认对华贸易不可持续。反过来了，明明就是能源提高了，然后现在却说对华贸易不可持续，这就觉得很奇怪，对不对？这我们等下会讲到。所以说，他现在欧洲进行了本土晶片法案，以降低了对这些低端的晶片做了供应链的一个风险。意思就是说呢，欧洲它没有办法做到像比如说台积电这么高端的晶片，也做不到英特尔或是其他的一些美国的高端晶片，它是做不到的。但是它也不能放任它自己的低端晶片，比如说28奈米以上的这些中低端晶片，全部去跟中国去买，因为中国现在占有全世界将近80%的低端的晶片的市场。为什么？因为很便宜，很便宜。那等于是说呢，欧洲你要去做汽车，你要去做任何的东西，那么家电之类的，那你这些的晶片就需要去跟中国去购买。那么你之前对别人做过什么事情，那你会怀疑别人会不会对你做一样的事情，对不对？因果循环嘛。那如果中国哪一天你要去掣肘欧洲的时候，你去给他做一些晶片制裁的时候，或者你要临时涨价的时候，欧洲会不会受到一个极大的一个压力？所以欧洲现在要做的是什么呢？他就希望能够把自己的晶片变成自产自销，来建立这个供应链。这容不容易呢？非常难啊！即便是呢，他现在已经寄出了很大的一些优惠活动，或是一些你要去给他的一些补贴啊，比如说欧盟要解冻匈牙利5500亿的资金，好，让他们自己可以说抱成一团，然后大家彼此之间不要隔阂了，我们一致对外。说这个状况就会变得里面后面有一些东西值得我们去讨论的。为什么？因为欧盟如果他想抱团要去跟中国分庭抗礼，说我要自己做自己的晶片的状况之下，那么我们就可以预期欧洲之后可能会参与更多的战争。为什么？因为你必须要参与更多战争，那你才会需要更多的晶片，而你参加战争所需要的晶片，既然是由中国生产的。那你不是矛盾大了嘛？那是不是就完蛋了？我要发展我自己的军工实业，结果我买来的晶片还需要从中国去购买，那你是不是就被人拉在手里？所以你必须要有自己的晶片厂，哪怕贵一点，你也有自己晶片厂。这样以后你生产你自己的军工设备的时候，或是你自己的无人机，或是你自己的所谓的这些机器人的时候，你才能够去运行。各位去理解一件事情，所谓的这些军事要用的这些晶片。不是一定要用我们所谓的5奈米、7奈米，甚至是8奈米这么样子高级的晶片，它可能只需要20几奈米，甚至40几奈米哦，或是100奈米的东西，它才就可以去运作了。因为它的机械就这么大，它也不需要缩的很小去精密去运作，它丢出去就是为了炸掉的事情。你不会把你的 iPhone 丢出去就为了炸掉嘛？不会嘛，对不对？所以他们为的是就丢出去就是为了炸掉，丢出去就是为了牺牲，被别人捡去，他自己也不心疼的事情。会懂老师意思吗？所以他们要做这些事情。我们可以预期，就是说，在欧洲，他们本身建立的晶片，其实不是只是单纯是对华的一个抵抗，而是在于是说，它必须要有这个晶片的底子，它才能够发展它的军工产业。为什么要发展自己的军工产业？因为它要参加更多的战争，甚至它要摆脱美国的保护的时候，它必须要有自己的军工产业非常稳定的运行，原料是不缺的。啊，比如说哪一天美国又发个癫，对不对？下一个总统不知道是谁，不可能特朗普，他又说呢，欧洲你不可以买中国的晶片，哪怕低端的也不可以买。那么你欧洲是不是全部都断炊了？完蛋了，对不对？你他妈电视都不会跑了，是不是？那不是完了吗？对不对？那美国说什么事很难讲啊。那么这个时候他们就必须去做这个半导体产业的一些聚落，他们自己可以自供自用。但这个事情打起来可以达成，但是呢，就是比较昂贵一点。为什么呢？因为能源贵啊，他们能源贵，半导体产业本身就是一个耗电的怪兽。你既然是耗电，那么你就没有足够的能源，那么你花的就会更多，你只用干净的电，
是什么呢？核能就拼命去造核能，拼命造核能，那么就会有拼命的做出核弹来，这个都是相辅相成的一个东西。所以未来的世界会不会和平？从这个地方来看和平的机会真的是非常微乎其微的。我们要面对到的真的是一个比较混乱的一个世界。而像日本、像中国来讲，尤其是日本，日本现在进口石脑油现在是很大的困难，因为它所有进口东西都大部分都需要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霍尔木兹海峡进不来，你跟美国买，美国也卖不了这个石脑油，你跟俄罗斯买吗？俄罗斯也不卖你啊，对不对？委内瑞拉吗？又太远了。所以很多事情就变成是说，对日本来讲，它的工业上的一些发展就受到很大的一个问题。再加上什么呢？它现在它的亚洲米价创金融海啸以来最大的涨幅那就变成是说，你日本它要负担的运费跟粮食的价格会有联动到，所以现在日元是喋喋不休，一直往下去跌。那它会增加它的进口成本，所以日本的国力其实就是有点类似不是完全一样，有一点类似像中国的鸦片战争一样。因为什么？因为你有很高的代价去买一些其他人的原本的东西，原本你可能只需要1万块日元，我可以买到这个东西。那么因为你跌价之后，就变成我需要11000日元，我才能够买到这个东西。那这就是10%了这个现在好像没有很多，你多了1000日元还可以接受，对不对？工作1小时就1000日元了，是不是？但是实际上它不是这样算，就是你增加了10%的生活成本，那这是很大的一个负担。而美国的百姓有没有这些影响呢？美国百姓因为这次油价我们刚才提到了，它跌了18%，但是通膨还是没有去受到很大的抑制。比如说在5月30日，昨天美国专家就有警告，美伊战争如果维持现状，会逼着 Fed 今年升息，还升息你知道现在利息多高了？这会直接打击到他们的房贷利率，还有他们的民间消费。因为美国是借债消费的，你利率提高了，它是不是借贷的去刷卡或是你要透支未来这些贷款，都要付出更大的代价，对不对？那这个是有危险的所以说美国通膨在现在来看，它可能还是会增加。你现在只是说暂时的股市或者 AI 热潮，表面上这些GDP 好像没有什么太大影响。实际上，你民间消费影响是非常非常之大的，也包含了是说你现在还有我们可能有声音现象，都厄尔尼诺现象。那么你用能源，还有你用的一些设备够不够，那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各位，你不要小看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后面引起来的这一些会让大部分人，尤其是我们的亚洲人，会面临到一个隐性穷困的一个危机。你要各位去理解，你会有隐性的一个危机。比如说，我跟各位讲一件事情，好不好？我们都最简单的台股你现在上了44000点，对不对？你是不是涨得很高很高很高，对不对？但是问题是在哪里？台股的高的是因为别人是有避险基金进来，还有一些可能话题性的炒作，并不是台湾的经济有多强。而台股什么时候会有问题？我们就讲一个很简单的一个例子：当美股它的殖利率又往上攀升的时候，那么资金就会突然的抽回，跑去买美债了。各位懂老师意思吗？这个东西不是第一次演出各位，当大家都知道台股现在涨很高的时候，你自己玩股票，你自己心里要有底你看老师的节目，你要知道为什么它什么时候涨，不是只是说，我觉得这个MACD 或者背离喇叭口放大对不对？还有什么很多的指标，不是这样看的，亲爱的。美国如果他已经说他走鹰派升息路线的时候，那么他就会把你原来在其他国家的股市的钱抽回去，懂不懂老师意思？过去美国有 QE， 对不对？特朗普时代上一任时代大放水。到后来到拜登 QT， 把所有钱都收回去，然后越南的房价打了6折，这件事情各位我们都历历在目的。如果你跟老师很多年，你应该知道这件事情所以说现在既然我们刚才已经提到了美国的通膨跟联准会它可能会转阴，而且美债殖利率会因为它升息就继续飙升的话，会超过现在目前的5.2%。那么很简单，美国的利息会捅破天，美国的财政会出现问题。但是呢，资本家闻的血就来了，因为美国的债券是不能够违约的，再怎么也没办法违约，因为他自己的美元债、美元付，对一些投资来讲没有什么问题不会不能给付，只是美元值不值钱的问题了。但是现在一直打仗，那你美元就必须值钱，比如说你用战争来去维持你现在的景气，这是现在美国你不得不做的事情。但是你继续下去，你的问题就很大。所以台湾现在的问题就在于是说，你现在股市那么高，很多人把钱放进去，比如韩国这1-2年的股市涨了4倍，对不对？这个问题都有存在的，这就是有点像我们之前的美国经济大恐慌一样。
每一个人都知道说要去买股票的时候，每一个人连差协同都知道是说现在股市欣欣向荣的时候，你还进去玩，我就觉得你心脏就很大了，你知道吗？就像前2年的新青安，他每个人都冲进去，我就觉得你心很大。当每一个人都知道可以做的事情的时候，你就不应该去做反人性的事情啊，这才是这个世界的真理。成功要反人性，赚钱也要反人性。你顺着人性去做，那是你已经反人，你个人反人性，然后你就去顺着别人的人性，对不对？这才是对的嘛。比如说以前香烟广告可以在电视上的时候，哪一支香烟不是用帅气或是用清新？比如说什么 Mile Seven，对不对？那个现在不知道还有没有这个烟，我不知道。还划着船，湖面上、海洋上，对不对？帅哥美女，但上面就是不抽烟，因为看起来很帅，就是清新的感觉。怎么会清新呢？烟打算怎么会清新呢？它让你感觉清新就可以了，对不对？再给你发明一个小确幸，是不是？人过得不着没关系，我存笔钱，然后就慢慢就花，就是有给自己安慰，这叫小确幸。人生寻这个小确幸，好像是我们要去 yes 那种成本，不是啊，人生不是追求这样的。但是因为你要去消费，你要买一些让自己安慰自己的东西，商家才有办法去卖东西嘛，对不对？说顺人性你是卖给那些人，但是你自己要成功，你反人性啊，让自己不受伤，你要反人性啊。这懂老师意思吗？你顺着人性，你只能当一般人了，反了人性，你才能够成功的事情，好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情。所以说，在这个状况之下，你要和霍尔木兹海峡里面所造成的问题啊，那是非常大的，好吗？我们看各位有什么问题，我们还有很多事要讲，好吗？雄心壮志，陈老师应该积极的拓展海外市场。我希望，我需要拓展海外市场，好吧？6月中会不会有地震？我觉得有可能会，因为最近我都很那个耳鸣很大，我觉得会，好吧？我真的觉得会，但是会怎么样？公开我不要乱讲话，到时候我被别人盯上，我就倒大霉，我才不要了，好不好？这波 AI 股市什么时候会开始拐点？我刚才已经讲过了，然后这个问题不在 AI 股市，这问题那个 AI 只是题材，给你一个理由上涨，但是你要去明白的就是，你现在的钱从哪里来？很多都是外资进来的。外资为什么要进来？他要避开那些战争的风险，或是美债的风险，或是各种地缘政治的风险。所以说，资本它会涌到一个地方，让他自己可以赚钱的地方。但是它不会因为 AI 而留在台湾，不可能的。各位，你要去理解，那是不可能的。资本来就是为了收割百姓的钱，它不是为了特定产业来的，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资本来就是为了来吸我们的钱的，这是一个很现实的一个事情。如果你没有看通这件事情，你在股市里面赚钱的叫运气好，赔钱的就理所当然，好吗？所以说，你这 AI 不是题材，那只是给别人一个理由，说我今天把钱大举进来，然后你找那个涨价的理由，对不对？比如说，就有些女孩被渣男骗了，然后呢，别人说他这个男的是渣男，但是呢，他就说，那他为什么不渣别人就渣我？对不对？你会自己找个理由，你知道吗？你会自己找个理由，你找个理由，你怎么样说都是题材，懂我意思吗？所以这现在真的是要小心一点，好吗？好，那没什么问题哈。没什么问题，我们继续哈。今天准备会比较多一点，所以说我们在第二个地方，我们本来这样应该看到，就是说你所谓的这个欧洲的对华的一个限制哦。其实在这个状况之下，各位去理解，欧盟它对中国的贸易，它现在是逆差是很严重的，所以说它要去做资产滞销，或是要去做一些遏制，这其实是可以理解的。为什么呢？因为它在那个欧盟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在2025年已经突破4500亿欧元，4500亿欧元哦，各位。如果你看的是欧盟这一个大市场来看的话，4500亿那没什么，我说真的可以接受的范围，很巨大了，真的是很巨大，因为他们人口不多嘛。但是问题是什么呢？问题是欧盟呢跟欧洲是一个无数个小国家所组成的一个脆弱联盟，所以说很多小国家和中型国家，你都跟中国买了这么多东西，那么这个钱你就给中国赚走了，就这么简单。而中国他们认为中国你要补贴太阳能、电动车、钢铁这些产能过剩的商品去倾销到欧洲，那你欧洲你本土的就业市场还有这些一个什么所谓的这些一个工业的仰赖程度，那就已经变得非常的庞大。所以说欧盟高官就说对华贸易不可持续，在5月29号的时候。因为这种模式他们认为等同用欧洲的市场换取中国的失业问题，而欧洲的关键产业汽车、化工、机械就会被中国以市场换技术的方向反过来去被你吸收掉。
这个事情合不合理？它这个事情是合理的，但是又有另外不合理的地方是在哪里呢？因为欧洲并没有足够优秀的电源啊，也就是他们人员不够。第二个就是说，他们认为他们的土地跟他们的一个生活环境啊，你发展电动车的诱因是很低的，真的是蛮低的。你说中国土地也这么大，它怎么可以发展电动车呢？靠腰，那中国的人多少你知道吗？欧洲人多少？中国人多少？所以说，中国对于它在单一个城市的通勤，它的仰赖程度是很高的。你在北京上班，你就可以跑一整天，你跑不出北京。就是我就讲这么简单一件事情，你不要说是什么广州了，好吧？我就说北京市就可以了。你光一台车，你想离开北京，你都是非常困难的。你没花个3-5个小时，你他妈离不开的。就这么简单一件事情，是不是？你从上海你要开到苏州去，比如说杭州，你开到苏州去，你怎么的过了关口，你也得拖个3-5个小时，你才过得去。如果塞车的话，不塞车你也得2个小时，对不对？所以说，他们对于地域上面你要去做通勤的时候，你要去做运输的时候，你是短距离的啊，比如说100-200公里以内的，那对他们来讲那是很实用的。但是欧洲或是在美国这个地方，你们没有发展这个电动汽车的诱因，因为如果一开始有100-200公里的话，那你随便跑就没有了，随便跑就没有啦，对不对？那中国的100-200公里，你可以3天再充一次电，那美国不行啊，是不是？你可能2天你就得充一次电了，100-200公里的话，2天得充一次电。就说电车发展就没这个诱因。当然，现在号称中国的电车号称都可以200公里以上，那你要看温度啊，那个也没有一定。当然，你说如果是宁德时代的，它可以跑到200-300公里，大家都觉得很正常的一个事情。所以说你先天的发展就不够了。你说你要靠了这样子的一个对华抵抗的一个状况，然后来去保护你自己的汽车产业，行不行？哦，那个是有困难的，因为你如果不用别人的技术，那么你很难去说让你自己汽车产业发展。但是化工跟机械这本来是欧洲的强项。但是你架不住，你请的这些员工，包含你的操作员、打螺丝的，都很贵啊，都很贵。那这么贵的状况之下，那你要去抵抗，让中国的东西倾销过去，那有困难，实质上的困难，因为这个币值就是一个谎言啊，货币本身就是一个谎言市场。那你要说它是一个借贷关系也是，但是它本身就是一个谎言市场。同样的东西在不同地方有不同的价格，那不是物以稀为贵，那不是供需的问题，而是你要做出来所谓的经济跟政治上的问题。一个东西在苹果在美国长出来，它如果长一个苹果需要$2，那么在中国你可能就只需要$1，那的一个这个成本甚至更低。那这个合理吗？这个不合理，因为苹果它需要的就这样，但是因为你要在那个地方去种，你就得付出更大的代价，那是为了让百姓啊，让他觉得是说我的收入有提升，所以说我们的 GDP 要成长，GDP 成长所带来的东西，当然就是在于你的物价必须要涨。所以说买黄金买10年为什么会赚？因为一个国家它不能放任它的 GDP 跟10年前一样，而你黄金是跟你的当场货币是挂钩的，所以你买黄金你必然就是它一定会赚钱，因为黄金它是硬通货，就这么简单的逻辑，是不是？陈看老师的节目就很容易明白了。你不要考虑黄金它有什么波段，你放10年你是稳赚不赔，不可能赔的，绝对不可能赔，打仗更不可能赔。打仗你还是会赚，你知道吗？打仗哪一天你用新台币买的这个黄金，哪天新台币消失了，你可以换成其他币啊，搞不好换成美元，换什么都行，对不对？不一定换人民币嘛，搞不好换成不知道欧元嘛，都有这个可能，对不对？所以这个事情就会容易做一些变化。而第二个想的就是说，中国有逆向技术去威胁他们的地缘安全。当然就是说，你中国它卖给你的一些半导体呀、或者是你调用中国的那些 DeepSeek 啊、千问啊，或者是你的一个 Mimo 啊，Mimo 好像是那个豆包的 Mimo，对不对？那个火山引擎 Mimo，他们都有 coding plan。所以现在很多像我们之前所谈到的，前2个礼拜所谈到的，现在全世界70%以上的 token 都是由中国出去的，70%啊，之前是60%，现在到70%，都是由中国出去的。为什么？因为你不用它不行。所以有一些的美国公司，或者是政府单位是禁止使用中国的 DeepSeek，但是你架不住别人用 Pricing 啊，还是一样可以调用啊。那个封锁基本上是没有什么用的。像中国，它一定可以用 GDP，就这么简单。你封锁也没用，你封它没有用，它再一个 Pricing，你拿它没办法，对不对？哎，你说电话这个什么那个客户管理啊，你就可以处理这事情。明目上可以，实际上你是做不到的一个事情，因为 Pricing 一做，国外的亲朋好友一起做一做，那你一样可以做 GDP 啊，但是贵啊，贵的不可能的、那么中国在这个状况之下，它就可以把它自己过剩的电拿去卖给全世界，而且还没有关税，懂老师意思吗？我们之前所讲到的中国的驰援，就是把它的 token 来去往外输出的时候，它是一个把中国的电力跟算力卖到海外，而它自己就不用跟世界各国去缴税的一个活动，因为你调用了 API，
那这个东西你基本上你是没办法课到税的。但是如果你去买到 GPT，你要买到 Cloud，那个后面他们本身就有价值税的问题啊。这个按地方来讲，不是每个地方都有。像我们台湾在用就没有收这个税，所以说他们会担心这件事情，就是你所有钱一直不断涌到中国去，那中国会不会越来越强大？会，就这么简单，会。刚才讲的欧盟的4500亿的欧元涌到中国去，因为逆差嘛，说中国就多赚了4500亿，是不是这样合理？这样是合理的，这样是合理的。说中国你是不是就有事情可以干？你一些小作坊，或者是你一些阿里巴巴或什么，或者你那个砍一刀，对不对？你是不是可以赚钱？是，的确是如此。这样你要去做，你要抵抗不容易，除非发动一个新的战争，让你的经济重新归于平等，对不对？毁灭就是重建的开始嘛，那这个才行。所以未来带来的一定就是战争，因为世界放到一个地方之后，你必须靠战争，你才能够恢复到公平，就这么简单的事情，好不好？有一点点残酷了，但是它实际上是这样子的。所以说，欧盟主席委员冯德莱恩他在5月24号就说，他把去风险变成脱钩。等于说他希望能够让欧洲跟中国脱钩。那冯德莱恩本身就是亲美的，所以这个话讲的话也没什么太大的问题。所以第二步呢，他们在5月29号的时候就有所谓的外国补贴条例，调查一些比如说京东收购德国，京东你各位应该知道吧？京东收购德国的公司啊等等之类的，或是像 Timo 去开发2亿欧元。这东西就是变成是说他们的网络上或是一些中国资本向外扩张的一个状况。所以他们就会在乎这一些。所以说，你整个欧盟现在来讲，他们既要让自己强大起来，但是你又很难去强大，这个就是卡在两个之间。而过去大清朝经过了这个所谓的甲午战争、八国联军、英法联军啊等等之类的战争，为什么后来它可以起得来呢？不要说你要等到现在新中国成立，就连讲的很简单的，对不对？张作霖在大东北的时候，他为什么可以建设这么大？就是因为人家要去做的时候，他已经到底了，他去做的时候，他的先天条件就是我人力便宜，对不对？那我的原物料便宜，那我什么时候可以做？我的工人他不要跟工会，他只要能够吃饭，吃饱饭，能够让老婆孩子都能够吃上饭，念书这一回事，对不对？能不能冬天有个皮袄那再说，但是他至少每餐有2碗小米粥吃，那这个就可以了。所以说中国为什么他在近代史上被打得很惨，后面发展很快？萧条之后可以发展很快，它的先天就是因为他们的人工的比较便宜，那是很现实的。在台湾之前也是人工便宜，所以说美国订单或日本订单都来台湾去做。那日本战后它的人工便宜，所以美国订单跑到日本去，其他店跑日本去，让日本扶植起来很快，都是这样的一个套路。那欧洲有没有办法？他就没有这个利基，所以你要起来，你只能不断的举债，不断的靠意识形态，希望能够把自己去巩固起来。但是资本终究会把贪婪的人把你吃掉了啊，这个是必然一个事情，所以我们要特别去注意这件事情，好吗？所以说我们刚才讲到这些都是很重要的，我们看看各位有什么问题哈。好了，我该怎么看到我们的影片？好吗？大陆各方面成长很漂亮，大陆的成长其实是现在是有放缓的但是因为它有所谓的世界工厂的利基在，它有内循环跟外循环在，所以它还能够维持。就像一个人，你的健康，你本身的底子要好，你不能老是只吃那些补品嘛，你自己有运动啊，你自己有去做一些饮食调控，那你身体好，你遇到风险当然可以抵抗。中国现在处于就是可以抵抗的状态，因为它能源来源就不止一个。它有哈萨克斯坦，有俄罗斯，有伊朗，伊朗现在不出来，它还是有其他地方可以去进口石油。它甚至像委内瑞拉买石油，它都愿意。为什么？保佑我对多元的进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好吗？那网络上的一些火爆，其实中国就是它现在要注意，就是它能源怎么去安排的啊。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然后这个欧盟它现在做这些事情对中国是有影响的，因为中国对欧洲的出口可能会萎缩15%到20%，所以说会影响到中国的 GDP 会到0.8%个说这个是不是有影响？那当然是会有影响的这个是有点影响的。所以中国的官媒也警告那个如果你欧洲这样对我的话，那么我对欧洲也是会有反制的。所以说中方的反制不是口头警告，是在今天所讲的，所以中国可能会祭出对欧盟的奢侈品，比如说 LV，比如说那个宾士农产品比如他们猪肉或者葡萄酒，或者是切断欧洲的稀土出口。就是说，它现在中国占有全世界90%的稀土的控制能力。那么，你如果欧洲真的对华制出这些半导体或制出这些商业的一些反倾销的政策的话，那么很抱歉，中国也对你做出反倾销的一些
处罚，反制对等反制。那欧洲反制中国，欧洲制裁中国，中国可以承受住，因为它就会影响GDP 0.8个百分点。而中国今年是保5，你知道吗？中国今年 GDP 是保5啊，5啊，你扣0.8大不大？大，基数很大，中国的基数非常大，有没有影响？很大的影响啊。但反过来看，中国如果反制欧洲的时候，又没有稀土的时候，请问你想自己让自己的半导体起来，有没有这个可能？没有。说排在谁身上？排在中国身上。哦，这个不是为谁讲话，但实际上它的确是这样。而欧洲消费者会不会因为这个冯德莱他们的说法会有影响？当然会有影响啊。比如说如果你把中国的电动车关税提高30%，那么欧洲电动车平均价格会上涨8%到12%，有些东西甚至他们不进口了，因为划不来嘛，这是很现实的事情。而如果你让这些电动车或者中国这些制品，你继续去制裁中国的话，那么欧洲的通膨还会继续维持3.5%以上啊。比如说在4月的时候。那基本上它通膨就是3.5%，虽然不到恶性通膨啊，我们恶性通膨的标准很简单，到5%就是恶性通膨，但是一般3.5那也是很高的，好吗？还是很高的。如果你在制裁飙到5%呢，是很正常的。而欧洲现在就已经不好过了，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而德国的大众啊、或者是宾士啊等等之类的哦，它在中国的市场利润占全球的40%到50%，所以如果中国去把它去制裁或者提高关税，那么当然中国他们百姓当然觉得我开了 BMW 开了奔驰，我感觉很有面子，但是我不是只能开这2种啊，对不对？我开了一个会着火的小米行不行？行嘛，风火轮嘛，对不对？还是可以啊，是不是？所以说他们还是会有他们自己的影响存在，而其他的包含西门子啊、巴斯夫啊，这些他们这些工厂、这些公司在中国投资超过500亿欧元，如果你去报复欧洲的话，那么基本上这些公司也会受到影响。而台湾会不会有影响？你欧洲跟中国大战争跟台湾有没有影响？当然是会有影响啊。台积电2025年欧洲营收占了150亿美元，占总营收的8%。如果欧盟本土先进制程投产啊，可能还要多久呢？目前来看呢，至少要4年到5年了。那么台积电就可能会份会下降10%到15%，那这个是会有影响的，因为欧盟晶片法2.0包含了晶片强制采购条款，未来欧洲的国防、电信关键基础设施啊，会优先使用欧盟内部产的晶片，会直接排除台积电去他们所生产的晶片。所以我们刚才提到的事情就是，无论在中国跟台湾之间是不是内战，他们自己要发展出来的东西，是不是就是在于他们的自己的军事设备，对不对？你不能停产，停产怎么办呢？是不是？而欧盟它本身里面就有所谓的艾斯摩尔，它买光刻、买 EUV 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啊，是不是？它买任何设备都没有问题啊。问题是它要不要砸钱来做这件事情？但是我们也是要明白另外一件事情：欧盟虽然喊了震天响，但是它本身已经是败家子，穷到快要打鼓了。它能不能有这个钱去做这件事情呢？我们要抱持一个问号，好吗？它跟美国不一样，美国可以收割全世界，但是欧盟是不行的，因为美国只允许它自己收割全世界。它不会让欧盟也能够收割全世界，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好吗？所以说我们就要看看接下来的议题哈。我们可以讲到这个已经42分了，我今天讲还蛮快的，很感谢，我觉得速度还蛮快的啊。大家晚安好，大家晚安好，应该没什么问题吧？没什么问题，那我就继续讲下去了。大家怎么真沉默啊？是不是？所以说，我们这看到computer text，也就是说，你整个的 AI 产业啊，它影响到一个很大的就是涛定律。涛定律这个东西啊，应该各位在这一周应该有听过。涛定律是什么？我们要先讲清楚。涛定律啊，它就是很简单哦。我们怎么去想那个涛定律呢？我后来我把它构思一下，可以明白。一般的晶片啊，它就是高速公路，对不对？有些台积电啊，一些高端的晶片，它们就像高速公路，是不是？去哪都很快，对，那每一个地方都是非常的飞速，然后他们有所谓的那个辉达他们自己的这个光谱图，所以他们东西很快，非常快。那中国的就没那么快，因为它做的就是省道，对不对？它就没法是高速公路，他们只是用做省道，也是快，但是呢就没有办法像高速公路那么快。更懂老师意思吗？因为它不是所谓的光通讯嘛，因为中国它没有这个专利，它就不能使用光通讯，不能使用辉达光通讯，它自己的东西也没有办法做到这件事情。那么，如果你要让这个晶片产生更大的效能呢，所谓的涛定律啊，就在晶片里面建立一个所谓的像变电站的东西。我们看我们所有都市建设里面，你不是一根电，然后我们台湾对不对？你不是这个插座的电线是直接连到台电，然后这个台电中央的电厂不是啊？你会到你每一个区域、每个乡镇里面都有它自己的变电所，变电所下面还有变电箱，各位懂老师意思吗？所以说呢，涛定律意思就是说，在晶片里面建立他们自己的分发空间。
你就不是一开始从 A 要走到 B 点就直直走过去，你耗能会比较高。但是如果它现在做了涛定律，它就是可以在中途之中整合一下，然后再去做正确的分发。它等于说它去降低了这些你一次就要耗了所有能量的东西。它在中间有个变电场，有一个中继站的时候，它分发的会更加准，更加的稳固。那这就是他们所谓的涛定律的一个概念啊。这个概念跟各位讲清楚，说这个涛定律啊，并不是说能够让中国它本身的科技大跃进。不是这样子的啊！你不能看这抖音就觉得它可以大跃进，是没有办法的。但是它可以提高它的稳定性，等于说山不转路转，路不转人转。而这个涛定律啊，它的稳定程度就是说，当它一直不断的有这个涛定律，慢慢的稳定去发展它晶片的时候，哪怕它在成长1奈米的时候，它的稳定性会比别人来的高一点，就是因为它我有这样子去调拨的能力。那这个对什么有影响呢？这对 AI 的思维逻辑会有影响。就它每次思考就不是一定要耗那么多的 token 或者耗那么多的电，它会有中继站去做分发。那如果他们的光通讯有办法去突破的状况之下，那么它整个稳定度 AI 的晶片的稳定度会比其他来的高，所以它可能3、5年之后追上辉达，那并不是很奇怪的一件事。但是现在追不上，因为没有光刻机，没有 EUV，很简单。那中国现在有传出来，他们自己的 EUV 可不可以做？可以做到3奈米都没有问题。我说摆3奈米也没问题啊，问题在哪里？良率20%啊，那你干脆不如不做，20%你做个屁呀、懂我意思吗？做个屁呀、那不用做了，完蛋了，对吧？那个等于是10个里面你是不是2个可以用？这个不能投产，等于是它可以做到，但是不能够投产，就是因为它没有这样子一个 EUV 可以去做。那你用 DUV 去做，那 DUV 你家也不帮你维修，那后面就有问题。虽然荷兰现在想要反悔，荷兰在反悔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知道中国有一些的实验可能被他们知道了，就是它可以有办法去平替或是接近 EUV 的状况。我们看荷兰的态度就应该可以很明显了。所以涛定律啊是中国它自己的一个基础，你不能说杀招哦，涛定律只能算基础，不能说杀招，只能说我走路的时候啊，我走在这个乡间小路的时候，我过去穿草鞋或者不穿鞋，所以我走的路啊还要非常小心，会怕扎脚。但是我现在换成登山鞋了，要我涛定律穿登山鞋了，我跑不快，跑快那没办法，对不对？我不是跑步鞋嘛，跑不快，但是我可以走得快一点。那我可以走得快一点，往前速度也可以不用在乎小石头，甚至我也不用怕小钉子，我就一直往前走就可以了。当然体力没那么好，也跑不快，但是稳定度高的时候呢，它整个进度随着它的晶片往上，其他部分来配合之后啊，它的成熟度高，那是 AI 的能力会高。然后各位去理解陶定理是这样子一个状态。所以从这个状况之下，我们要去理解啊，现在整个世界里面呢，它就遇到了什么？遇到了 AI 的军备竞赛哦，就是说你现在要把算力国防化，还有供应链主权这2个东西把它抓在一起。所以从表面上来看啊，我们现在看到这次 AI 跟半导体的竞赛是在2026年5月31日，我们伟大的同胞黄仁勋在 Computex 里面宣布呢，AI 已经进入获利期。那黑也说台湾是全球 AI 的核心，这我不是不知道，我当然知道这个事情。金玲老师一直在关心这件事情，但是如果停在这里，就没有办法，就是说怎么样呢？没有办法，就是说抵抗在其他国家里面提高了很多的投资。那台湾当然就不一定能够维持现在的现状。但是问题还是很简单，台湾的 AI 就算发展再好，你一定有一定的限制是什么呢？我们去年就谈过一件事情，今年年初还是去年忘记了，知道的朋友跟老师讲一下。就讲过一件事情了，台湾 AI 发展不起来还是有极限的，因为电不够，对不对？明天开始台湾有进入夏季电价了，对不对？一度电好像蛮贵啊，涨了40%还是50%，是不是？进入夏季电价了，对不对？老师这么胖，我妈不吹冷气我会死的，你知道吗？说你会不会夏季电价？夏季电价是说你这个成因什么？在过去时代就有了，不是现在这个政府才有的。我先讲清楚，夏季电价这个事情啊，在过去从小以来都是这个事情。但是我们要知道，夏季电价它的成因是因为夏天大家用电多了，所以说为了劝大家节电，所以是说我们要叫夏季电价来遏制你这种花太多电，遏制你说你把电给节省一下。但是问题是，过去在使用这个夏季电价的时候，那是我们的发电量不足，对不对？比如像中国吧，中国现在00后有几个知道你隔3x5停一次电的感觉？我告诉你很少，因为中国的电那根本就是供过于求啊。对不对？所以他们才能够去发展磁源的生意嘛。那供过于求的一个事情啊，你不能只看第四个，他财报好像没赚什么钱啊，靠腰他妈他外面卖给人家的 token 不知道多少钱，你也不知道。我不知道他们会计账怎么算的，我不是说他逃漏税，这是我也不知道他怎么算的。
但是台湾没有啊。你看台湾，你现在你夏日的时候，你用夏日电价，这个时代有什么关系呢？过去那真的会停电，比如说我们以前小时候，对不对？40年前，你一刮风下雨就停电，是不是？你基础设施不够，电力也不够啊，稍微用多一点你还烧掉，是不是？那不行。那现在呢？不是说不缺电吗？我没有说我们政府的问题啊，我就说，有些人就说不缺电嘛，有些团体就说不缺电嘛，电给藏起来嘛，不然我们还用爱发电嘛，是不是？那请问电如果真的他妈那么足，你凭什么来个夏日电价？我就觉得不懂啊，我不懂而已，我不懂我可以发问嘛，那我没有批评谁了，好不好？我觉得这个制度不合理，凭什么有夏日电价呢？这一点都不合理的一个事情啊。但是这里就在乎的是什么？你工业要用的电你也不够，所以你要让民间你也要去限电。那么比如说大家停电的问题，就算你花电，你要花很多的成本去做这些事情了，那么你代表你的电力是不够的，你才需要别人去节电。节电是节省的是个美德啊，我没有说节电不对，节电是个美德，但是你实际上你没有办法发展 AI 嘛。AI 就是吃电的怪兽，不然为什么他们的 AI token 要这么贵，对不对？他们 API 这么贵，是不是？你一出去100万 token，你他妈花了你20几块美元，哇，天价，是不是？那他妈天价，对不对？你100万个 token，你他妈跟我收了600多块台币，我操！那你开600-700块台币，你开什么玩笑？我一天用多少个 token 啊？是不是？那么我就不用干了，我直接把我赚来钱全部送你就好了，还搞屁呀、对不对？我现在用的最用的那些国外 AI，我一个月用花的钱就将近1万元啊！就光国外的 AI，我有没有花钱？有啊，但是我也不能全倚仗他们，全部倚仗他们的话，我就不用了，我孩子都去喝西北风了。为什么？因为他们电价贵嘛。那你明白的事情，你的晶片也好，那你电价贵，你撑不起这件事情，你就得收贵，包括你的研发也贵，什么都贵，是不是？台湾真的有办法吗？黄仁勋讲的话其实就很简单，只是打个强心针，因为 AI 晶片在台湾生产的，但是实际上台湾有多少的优势，并没有多少优势，不然为什么亚历山大总要去做？为什么欧洲要去做？对不对？因为这个优势是有极限的，台湾如果没有电不够，那么你要发展起来，你发展不起来，你只能代工，但是你自己没有一个像样的 AI。我们讲一件很简单的事情，整个亚洲里面，你就说亚洲就好，我不说其他，我就说他妈说亚洲，你能够讲说台湾自研的 AI 吗？讲说日本自研的 AI 吗？你想说韩国自研的 AI，然后在世界上赫赫有名吗？没有，整个亚洲他妈最出名就是 DeepSeek，第二就是千问，千问现在你他妈有个出名的，对不对？接下来是豆包，豆包谁不知道？是不是豆包里面后面有火山引擎 CDNS 2.0，阿里巴巴还有所谓的除了千问之外，它还有 Happy Host，对，这么多有名的 AI，为什么不在台湾出现？为什么？为什么不在韩国出现？为什么不在日本出现？能源问题呀、亲爱的，能源问题呀、但是在这个状况之下，你能源有问题了，然后你跟我讲你股市涨那么高，凭什么？你根本做不出来啊，对不对？所以我们要去理解现在的所有一切的美好都有可能是个陷阱。我说老师啊，现在我先把握一段时间嘛，要不然我就不买，我就觉得吃亏，吃亏，吃亏就是占便宜。我告诉你，当人心贪婪的时候，你只会闭着眼睛往前冲，把你所有一切所看到的东西都合理化，对不对？这个渣男为什么渣别人不渣我？我老公为什么只打我不打别人？我告诉你，是个被害者的这种斯德哥尔摩症候群还多了去了。我还真的见过这样的人，对不对？我说你老公把你打成这样，你为什么不选择离婚？他真的就回答过十几年前的事情了，他真的回答过，我老公为什么不打别人就打我？那是因为他在乎我，对不对？老师我不是来跟你咨询离婚的，我在讲他什么时候会改好，什么时候可以打我打少一点。不要以为这是假的，10多年前我就听过，就已经遇过这个案子了。可是怎么办呢？我能够回答他吗？我只说这个案子我接不了，对不对？你怎么接呢？我帮你预测你老公什么时候打你打轻一点，他妈等他嗝屁的时候，等他自己残废的时候，那他才能不打你。但是那个时候你也不要他了，对不对？因为你，反正这个心理学的问题，这蛮复杂的。所以说，在这个状况之下，我们发现了，就是说 AI 变成所谓的国防化之后啊，我们刚才提到，就是说乌克兰它现在也是使用了 AI 搭着无人机的状况，去精准打击俄罗斯的补给车队，是在5月30号的时候，也就是昨天，好吗？所以在同一周啊，真主党啊也借鉴乌克兰的经验，使用光纤无人机后面牵了一条屁股啊，就那个光纤线哦，那他去攻击以色列。所以说啊，这个代表什么呢？代表 AI 不再是比如说你像 ChatGPT 啊，或者 Cloud 这些数据中心的一个事情，是直接可以决定战场上的一些生杀大权。而且你用光纤过去，就是因为你能够传资料上去嘛，你不会被干扰嘛，就这么简单。你不然电波枪一干扰一下，不就掉下来了嘛？但是你拉一个屁股的后面，拉个尾巴后面去，对不对？像 Ava 去拉一个电线过去，它有影响吗？它就没有影响。所以这个东西我们要去注意，整个世界会因为 AI 它不是让人更便利，而是反而会让我们的世间经历到一个
像热兵器跟冷兵器交接的时代，你会觉得是说我现在所拥有的一切，可能在过几年状况之下，你会觉得我他妈手差一个野台戏，真的是夸张到一个极点。我就举个很简单的例子，2024年的2月4号，DeepSeek 第一次问世的那个时候，有人够想到那个 DeepSeek 到现在，就说 DeepSeek 或切换到现在，它可以做成多少事情吗？我告诉你，太多了。很多说啊，老师那个不好用，我告诉你，那是你不会用。那是你不会用，不是它不好用啊。老师，我用 Codex 用 Cloud Code 我就觉得我就可以去完成，那也是你不会用，因为你看到皮，你没看到里。也不是说中国一定好，而是这个工具你用的不同方法，你会有不同的结果。不然我凭什么一个月用了1亿 token 以上呢？对不对？那是因为我花了这个钱，我当然就知道，好吗？所以说，在这个状况之下，在战力里面，它就慢慢消耗现在既有的战备，后面所做出来的东西呢，都是所谓的 AI 化的军事设备，就像我们的 Terminator，就是那个阿诺斯瓦辛格那个片一样，最后打仗了都是什么机器人？机器人打什么？打真人。哎，机器人坏就坏，真的死了，那你真的是20年白干了，好吗？好，看各位有什么问题啊？54分的哈，我们再稍微再补充一下就好了。没什么事情哈，没什么问题，奇怪哈，有。大有偏见，未来当中央就打做武林盟主是正常的哈。就中国毕竟是武林盟主，现在电价就太贵，电价就他妈太贵了。明天这涨价涨得那样，我真的觉得真的是两把得给西朗，真的是有可怕的，好吗？太缺电又贵，小动物惹的祸。今年应该不会有什么小动物去撞变电箱了吧？好不好？我不知道。未来取消员工用 Cloud Code，就是用 Cloud，然后账单吃不消。员工用 Cloud 是因为微软付钱，他员工自己用的账号就不一定了嘛，对不对？有时候是要看人的，要看人的。Cloud Code 有没有用？我有用的，好不好？我有用的，但是我不是只有用它而已，我用这东西是很全面的，好吗？我是有用很多家的 Coding Plan， 讲这个关键字各位就知道，我就有很多 Coding Plan 的，不用 Coding Plan， 我操，妈的耗得起啊！用中国的 AI 我也耗不起啊，不用 Coding Plan 的话，好吗？AI 吃电罐是需要大量纯净无杂质的水。我们也有没有干净的煤嘛？对不对？AI 合成影像会有细胞，会有什么细微难查的逻辑问题啊？那当然是会这样的，那当然是会这样，好吗？那图片合成就是这样，好吗？我问各位为什么有些东西你们回答跟我看到的是不一样？真奇怪哈。好，那我们最后几分钟，我们还是要稍微谈一下哈，这个今天的东西是比较多、比较杂一点。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你像俄罗斯它面对到乌克兰这样的影响状况之下，它会不会有一些应接不暇的问题呢？其实这个东西真的是还好哦，这个还好。俄罗斯现在要看的事情就是说什么呢？看中国的态度跟美国的态度。俄罗斯现在要做的事情就很简单，他要打就打，因为夏季嘛，没差，才好几个月时间可以打。他到11月之前都是俄罗斯的主场，我们必须要去理解这件事情。在阳历11月之前都是俄罗斯的主场，因为俄罗斯它没有这些冰雪，没有那些泥泞去处理的时候，那么它怎么打都是有优势的，因为它占领的阵地是非常稳固的。你可以占它补给车队，你可以攻击它的一个建筑物，但是你没有办法去让俄罗斯大规模的后撤，这是一个很现实的东西。我们不能只看这个 AI 无人机去轰炸哪些，把俄罗斯的一些军事设备轰掉之后，俄罗斯就会怕，那不怕的。那真的是不怕，真心是不怕的。你连哈马斯都打不完，你他妈打得赢俄罗斯吗？对不对？所以说俄罗斯他并不怕，是说你打到他什么这个地方，一定会有损失的，不是说不怕，只是说他可以承受的范围之内。但是你的阵地没有后退，所以他只要坚守阵地，那么乌克兰就开始消灭，就开始消耗。那消耗到后面，那你要不要花钱？对，你把你击落下来无人机，它是可不可以研究？对，你单屁股切了一个光纤而已嘛，把光纤切断了，那是不是一件事呢？是不是？那切断之后呢，是不是可以拿到你的无人机呢？说这个东西就变成是说互相在观测期，说现在俄罗斯根本就不着急，是不是需要跟乌克兰达成停火的协议？因为不是他的时候，他还可以取得更多，我只要耗到你不行就可以了。简单来讲，现在俄罗斯做的越少，它的损失就越小。那么你乌克兰反攻的越大，那么你的损耗就越大。所以说，普京在5月30号的时候啊，他就有理由认为乌克兰战争临近收尾，说根本就不怕你这个无人机的一个问题，因为他的所有的一些能够去做的事情，大概都做的差不多了。所以说你能做的事大概就最后的几下，那个就算是死猫跳吧，对不对？你就只能最后的一个挣扎。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我们就要明白啊，整个战争啊，其实并不是说你几台无人机就可以去做，但是无人机的开端那一定是会有的，因为像中国，它现在我们看到它做的宇苏做的那个可以载人的机甲，
甚至他们的无人还有我们的机械狗，这都已经很多东西都附到军事使用，尤其是机械狗，它已经进入到无人使用了。我们今年看到的机器人打功夫，那么它就可以去给你做地面作战，可以在地面上打功夫的，它就可以去跟你作战，它就可以跑到民宅里面把你拖出来打一顿，它就可以做到打一顿之后，打一枪把你隔壁都行。各位懂老师意思吗？就中国现在的军事实力，你跟他打海战，你打不赢；你跟他打陆战，你也打不赢。你跟中国打什么战？中国一切的准则就是，只要那些国家有威胁的，一切用火力来解决，因为一切恐惧来自于火力不足。只要火力可以全覆盖，那就没有什么好恐惧的。所以中国自我的迭代速度是远比在美国军工产业来的强的，因为美国的军工产业它的假想敌，他都认为没有这么强。但是中国毕竟是从战火中走出来的，他认为所有一切的敌人都比我还要强，那你怎么打？你怎么打？对不对？你怎么打？你打不完的。中国现在的发射导弹，它导弹车一出去就可以发射了，它连东风核弹，它都可以用车载发出去发射了，对不对？别人像俄罗斯，它还要导弹井，它不用，车子出去就可以打了，打完立刻跑。因为怎么抓到它？因为你导弹发一发之后，人家知道你的位置，是可以算出来的。但如果你射一发导弹之后，他们立刻开走了，对不对？刚刚在城南，现在在城北，你怎么打？你找不到他了，这是有些问题的。所以在整个乌克兰战争里面啊，其实并不如我们想象的哦，它是一个会决定性让它反攻的状况，那是不能。但是这是一个开端，就是 AI 状况会产生。那如果这个事情啊，一旦让俄罗斯可以停战了，那么所有的力道就会跑到美国身上，甚至跑到中东战场身上。所以说，谁先停战，另外一边就会停战。谁先开战，另外一边就会更加倒霉。这个是我们刚才所讲到的事情，这就是我们刚才所验证的一个理解的事情来，好吗？好，那我们今天时间差不多了哈，其他的部分包含AI 获利期这个东西是可以去理解的，这个我们刚才讲过了，这个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问题。油价跌，这个也都是，好吧？差不多了，老师该讲完了，后面其他有些问题就是你欧洲嘛，比如说你英国会推出了夏季省钱计划，儿童可以搭免费的公交，降食品税，来去降低他们自己本身的压力。但是呢，你其他成本还是飙升了，说这个东西啊有去做，跟我们的那个刘月走论一样，它是有去做刺激的方案的，有去做补贴的。但是你很难去抵抗到这样子通膨的影响，也包含日元贬值，造成他们自己的原物料买不到之外，还有就是说你进口商品飙升，所以说你什么都不做你就穷了。各位懂老师意思吗？像这种通膨的状况，就是你什么都不做你就穷了。我乱花钱我就没钱了，这个事情有没有很可怕？所以说补财库法会报一下吧，好不好？那美国百姓也是一样嘛，其他东西台湾房贷，我们指数型的很多，说台湾你要去注意哈，后面可能会有一些问题会产生。但最重要的还是在于我们的今年的气候可能会有个大问题。我们前2周跟各位讲，这个所谓的厄里诺现象，就所谓圣婴的状况啊，这2周已经得到验证了啊。刚印度的高温，还有就是说中国的大水大雨，都已经开始验证了。就各位特别去注意，在你还没有遭灾的地方啊，请上老师的当一下，好吗？你就当做被老师骗了，你去买好你的洪水险，或是地震险，或者防台险，你火险是一定要买的嘛，对不对？买一下啊，当被我骗了啊，当被我骗了，你就先买，有事情你就没事，没事情那恭喜你，你不是幸福美满吗？花钱消灾有何不可？反正你不是跟我买的，对不对？不要找我退保，我没有卖你哈，不要找我退保，并没有，我不做保险很多年了，好吧？好，那我们今天直播到这边差不多了哈，那我们还是要跟各位去谈一下哈，就是我们的所有的这个补财库法会哦，既然报名一下了啊，老师在法会之前我不离开台湾了，法会一结束啊，我可能就得出访一下啊，出访一下一些重要的地方啊，在这之前呢，我还是把各位的财库啊，不是只有补财库而已啊，应该算是补财库，不是只有帮你祈求财气而已啊，他妈帮你的财库先加固一下。啊，这个是难得的机会，可以加固，把你原来可能不怎么牢固的财库把它补一下。我觉得比去求财气实在，财气求进来妈飘走有个屁用，对不对？还是把你的财库先维修好，好吧？那是比较重要的事情，好吗？哦，感谢曲老师，感谢曲老师赞助哈，现在我们的百万网红曲老师哈，感谢曲老师赞助，好吗？哦，感谢大家今天的收看，那我们今天直播到此为止，下周我们更加积极的更新。我是陈老师，我们下周见。哦，哦，结束了吗？哦，结束了。